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是2022年的2月22号，今天是星期二。哇，今天的日期都是2，老师再念一次，今年是2022年的2月22号，今天是星期二。好，今天呢的日期都是2啊，都是2。好，那理查老师今天还是要教各位新 HSK， 今天要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那理查老师先跟大家打招呼。好 ，Alex Brass 你好，还有阿能明格拉巴，还有红喜小土豆欢迎你，还有雪峰你好 ，Hardwin 小朋友你好，佳佳 Solemn， 还有嘉欣同学欢迎，还有 Grace 你好，明格拉巴，还有我们的忘了你的名字了，好，这个 Lewin 你好，好 Norbert 小土豆 Hello Ola， 还有我们的 Sawadee Krab 宋平小土豆欢迎。哦，雪峰说我的妈妈是中国人。很好。春娇 Sawadee Krab， 还有立新小土豆欢迎你 ，Christina 小土豆来自爱尔兰的朋友，还有这个华山对不对？华山同学明格拉巴，还有 Norbert 说今天是最爱的人想结婚的日子。OK，I don't know 为什么为什么？好，来裴静晚上好啊，裴静小土豆欢迎。好，有一些朋友是来自脸书的，在脸书也可以看到理查老师的中文直播课。好，这个 Beatrice 你好啊 ，Beatrice 欢迎。还有梦梦明格拉巴，还有米磊明格拉巴，还有汪海山，海山是来自美国的朋友，海山小土豆你好。还有贝拉尔来自孟加拉国的朋友 Assalamualaikum。对，今天米磊都是2022月22星期二。好，青莹欢迎你，还有永祥欢迎，还有我们的 Hedy 欢迎你，还有我们的红冲来自日本的朋友，空邦哇，红冲来自日本哦，欢迎你。还有 Val 说老师我在，好欢迎 Val。还有 Batu 欢迎你，晚上好。嘟嘟晚上好，还有 Beer 晚上好，好多人。还有 Darling 你好，还有 Two 同学，还有 Skylar 988你好，好欢迎各位同学啊。有些同学是新来的，也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帮老师点赞 ，click likes 哦，帮老师点赞，支持理查老师。那分享老师的 channel 哦 ，share 分享老师的 channel， 还要这个关注老师的频道哦。那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这个 Handbook Chinese Online Dictionary Application 的，欢迎你到 Google Play 或者是到 Apple Store 去下载，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This application is free。你在下载之后，请你使用老师的邀请码 Invitation Code VIP111， then you can support me。So please do。好，请支持老师，这个软件是很好用的软件，而且是免费的哦，欢迎你们。好，还有是梦瑶哦，对，梦瑶对不对？那个 Lewin 是梦瑶对不对？哦，好，高杰你好 ，Hello Irene 你好 Irene 哦，你好老师，他说老师你好，还有维尼啊，维尼你好哦，维尼欢迎你。好，那我们来上课吧，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新 HSK 第6集的中级 Intermediate 词汇 Vocabulary。今天我们要学习第6集的中级词汇。好，各位同学，老师今天说话速度快一点好了，因为今天是第6集，对不对？ So I have to speak faster because this is for new HSK level 6。好，各位同学，第一个词汇是操纵。操纵 ，OK， 今天的词难了一点哦，操纵，操纵。好，你应该要跟我一起念哦，操纵，操纵。好，第二个很简单，厕所，这个你们都学过了，厕所，厕所。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词汇叫操纵啊，操纵。好的，我看看。
好，操纵。操纵是一个 verb， 是一个动词，它英文的意思是 to operate。那我们可以操纵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操纵 a machine， 机器。我们可以操纵机器，我们还可以操纵一个 puppet， 一个木偶。好，这个老师等一下会告诉各位怎么说哦。好 ，operate 操纵，你可以操纵机器哦。好，那你也可以说操作，也可以。这边操纵可以等于操作的意思，也可以等于操控哦。这边的控是来 control 控制的意思哦，控制的意思。好，所以操纵可以等于操作 operate， 也可以等于操控 the same operate。好，那丹旭同学你好，还有 Lena 你好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只有周博士知道如何操纵这台机器，就是 only 的意思哦 only 只有周博士。好，周是一个 Chinese surname， 一个中国的姓啊，中国的姓。博士就是 doctor。OK， so 周博士 Dr. 周知道 knows 如何就是 how to do something， 如何 how to do something， 操纵operate 这台机器。好，台是个 major word for machines， 所以这台机器就是 this machine。只有周博士知道如何操纵这台机器。好，那各位同学，这里操纵你也可以说操作，只有周博士知道如何操作 operate 这台机器也可以。那你用操控也可以，只有周博士知道如何操控这台机器。它们都是 synonym， 对不对？同义词啊、它们都是同义词。好 ，OK， 宋角来了，欢迎宋角，还有丹旭小土豆，欢迎你。好，各位同学，操纵操纵就是 operate a machine。OK，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操纵的 grammar point。安蕊你好，安蕊小土豆，帮救。好 ，the first grammar point for this word 操纵，操纵的语法，第一个主语加上操纵，操纵是一个动词哦，再加上一个宾语 object。好，那我们可以操纵什么东西呢？操纵 here 它的意思是操纵呢，在这里是 operate 的意思哦 ，operate maybe a machine。我们可以操纵机器，机器 machine， 我们可以操纵机器。我们也可以操纵仪器，仪器就是 instrument， 仪器。我们也可以操纵一个木偶，木偶就是 puppet。好，所以我们通常操纵机器、仪器，还有木偶，这些都是常用的 object。好 ，OK， 佩佩猪小土豆来了哦，佩佩猪你好。好，那现在老师给你一道题目，这道题目是街头艺人，街头艺人。第二个木偶，木偶。第三个这位，这位。第四个很会操纵，很会操纵。好，各位同学，什么叫街头艺人？街头就是 street， 艺人就是 performer，so it's like street performer。木偶就是你看这个图，这个东西就是木偶 puppet。你有看过有人在操纵木偶，对不对？他会这样子操纵木偶，对不对哦？这个叫操纵木偶。好，用那个线，有人会用线这样子会操纵木偶，对不对？好，那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哦，妮娜也来了，欢迎。Norbert 说，街头艺人很会操纵这位木偶。Norbert 为，好，各位同学，你知道为是怎么样的一个量词吗？为不可以用在不是人的东西上面，所以为一定是 a major word, a polite and formal major word for people or for job, for
occupation， 对 ，for occupation。所以各位同学，这位的位一定要用在人，木偶是东西，不是人。木偶不是人，木偶是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位木偶，要说这个木偶，不能说这位木偶哦。好 ，Norbert 你再改一下吧。Teresa 来了 ，Teresa 小土豆你好。宋平说，这位街头艺人很会操纵木偶，答对了。各位同学，请你注意哦，很会就是 be good at， 很会就是擅长的意思。Be good at， 很会很会 be good at， 很会就是他很厉害，做这件事情很厉害，他做这件事情很棒，很厉害，很好，很在行，很擅长，都可以叫很会。好 ，OK， 还有立新说这位街头艺人很会操纵木偶，答对了。木偶是啥东西啊？好，这个东西，宋角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木偶，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在街上会用线绑在木偶身上，就操纵木偶会操纵木偶。好 ，OK， 好，还有谁？这位同学成为老师的小土豆了，谢谢你 JLB，Thank you very much JLB 同学欢迎你。哇，老师好久，It's been a long time， 老师没有小土豆了，好久，老师没有小土豆了，非常谢谢你啊。好，丹旭说这位街头艺人很会操纵，来 controlling、operating 木偶，很会操纵木偶，很好。还有 Q 同学，这位街头艺人很会操纵木偶。好，佩佩猪。这位街头艺人很会操纵木偶，很好。贝拉尔，这位街头艺人很会操纵木偶，很棒。好，所以各位同学，操纵的第一个意思就是 control or operate， 可能是一个机器 machine， 可能是一个仪器 instrument， 可能是一个木偶 puppet。好。了解了好，那现在老师来教操纵的 second meaning， 第二个意思。操纵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好，操纵的第二个意思 ，OK，meaning number two。好，操纵的 verb to 第二个意思是 to manipulate，to rig。好，操纵呢，第二个意思是比较不好的意思。Like very negative meaning, disapproving meaning。我们中文叫贬义，贬义就是常常用在不好的地方。贬义就是用在不好的地方好，那所以各位同学，第二个意思，这个操纵的第二个意思，通常是比较不好的，比较贬义的，就是不好的意思。贬义就是不好的意思。用在不好的场合、不好的地方叫贬义。好，第二个意思是贬义，就是用在不好的场合、不好的地方，贬义。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时候就是你控制一些东西，让不好的事情发生。你去 control something and to have some negative effect。有出现不好的事情好，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我们可以操控什么。我们可以操控 media，we can manipulate media， we can manipulate a market， we can manipulate politics。 OK， 操纵。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操纵第二个意思是贬义，是不好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政府尝试操纵媒体。政府尝试操纵媒体。好，政府 the government， 政府尝试我们昨天学过了，就是 try or attempt， try to do something， 尝试。操纵 manipulate。好，媒体就是我们的 media。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媒体吗？像电视 TV，
或者呢，像报纸 newspaper， 他们都是媒体。还有像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也是一个 social media， 它也是媒体。还有 Instagram 也是一种媒体媒体像 TV station、newspaper、magazines， 这些都是媒体这些都是媒体。好，政府 try 尝试操控 control manipulate the media。好，有时候政府尝试操纵媒体，就是他想要让人民去相信政府说的话，所以有些政府会操控媒体，让媒体说一些对他自己好的事情。有的媒体会说，哎呀，这个政府很好，这个政府很棒，其实是政府在操纵媒体。The government is manipulating the media。 好的 OK， 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听得懂操纵第二个意思现在讲的是第二个意思，是不好的，是贬义，是不好的意思。政府操控媒体是不好的，对不对？ Something bad, something negative, something disapproving， 不好的事情好，所以操纵意思是你控制一些事情，让不好的结果发生。你去控制一些事情，让不好的事情发生，懂了？好 ，OK。好 ，Norbert 说，你通过编写程序没有操纵一个软件，让你加木马程序到别人的手机。Norbert 你的句子我可以理解你通过编写程序来，我们加个来好了你通过编写程序来操纵一个软件，让我们用把好了，把木马程序植入，我们会用植入把木马程序植入他人的手机。好 ，Norbert 你可以这样说好，我们可以说把木马程序植入他人的手机，他人不是他的人，他人的手机。我看一下你透过编写程序来，不用会我们用来操纵一个软件，然后呢，好，我写一下好了。你通过编写程序来操纵一个软体，好奇怪，来操纵一个软件。好的，那这个好 ，Norbert 你自己看一下好了你通过编写程序来操纵一个软件，然后再把木马程序植入他人的手机宋平说，老师，那你这个句子是不是告诉我们政府这样做是不好的？是的，政府不应该操纵媒体，对不对？因为媒体是一个自由的。The media should be free, right? Should be public.So the government shouldn't control the media. 所以在这里操纵是一个贬义老师刚刚说贬义就是不好的意思，所以当我说 when I use this sentence, I'm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negative. 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我觉得你用操纵的时候，它的第二个意思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意思，所以政府尝试操纵媒体，表示这件事情你觉得不应该，你觉得政府不应该操纵媒体，所以操纵在这里是贬义，是不好的意思，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政府操纵媒体是不对的事情对，宋平，所以你说的没有错好 ，Grace 说这个组织曾经被坏人操纵过，好，可以，不过你要加个过Grace 你加个过，表示 the previous experience 好，你有被人操纵过吗？很好，那个胖胖的人，哪一个胖胖的人操纵黑市 ？OK，if there is a fat guy over there, you can 那个
梦梦，你这样讲的感觉好像那个胖胖的人在那里，那个胖胖的人你看这个胖胖的人在操纵黑市 black market， 可以，你可以这样说 if the guy is there， OK， 所有的事情是他一个人操纵的，很好。操纵跟操作基本上，操作跟第一个意思很像这个 Lia， 各位同学，老师刚刚说操纵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 the neutral meaning， 它没有不好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 OK 的，没有不好。第一个意思操纵就是你 operate the machine， 你操纵那个机器，没有不好的意思。那刚刚这个 Lia 是 Lia 吗？刚刚有同学问到说跟操作有什么不同？当操纵的意思是 operate 的时候，它就跟操作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说操作这台机器 ，you can say that， OK。但是当操纵当做 manipulate 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操作，操作没有 manipulate 的意思操作没有 manipulate 的意思好的。不是 Alicia， 贬义的意思是我说的是这个词是贬义，不是操纵等于贬义，不是，是这个词是不好的意思，是贬义的意思不是Alicia， 操纵是这个词，贬义，操纵这个词是贬义，是不好的意思，操纵这个词是不好的意思好 ，OK。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老师现在给你一个 question 好了你看看你会不会用主语操纵主语好，我们看一下主语操纵。好，这里是不好的意思，是贬义的意思，是不好的这里就等于操控你这里也可以用操控然后加上宾语，我的宾语是可能是媒体 media， 可能是市场，可能是 market， 可能是价格 maybe it's about the price， OK it's about the price。 好，所以各位同学你注意操控是贬义词，是不好的等一下好 Alicia 可能搞错了，我这里的意思是贬义词，它是一个贬义词好 Alicia， 操纵是个贬义词，这样写你应该比较懂，操纵是个不好的词操纵是个不好的词OK。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题的题目，第一个商人们，第二个价格，第三个市场，第四个操纵。好，各位同学，这题你知道答案吗？阿能问说，请问老师，操纵第二个贬义词的意思是用在人身上吗？比如说他用迷魂药操纵美女他用迷魂药操纵美女，他操纵可以，阿能比较少这样用，不过我看得懂这个意思我看得懂这个意思，操控阿能如果用在人身上，我觉得操控我们比较常用。阿能你可以说操控这个美女如果有人用迷魂药操控或控制，阿能我觉得你这个词操控操纵比较用在这个 something 上面阿能如果你要用美女，我觉得你用控制会好一点，他用迷魂药控制美女会好一点。人的话我们常常用控制好，阿能我把句子写给你，他用迷魂药控制。如果你要 control someone， 我们用的是控制会比较好好，阿能老师给你的句子你可以说他用迷魂药控制。如果你要 control， 我们不太用操纵某人，我们用控制某人会好一点控制。好，这题的答案很多人都写出来了。安蕊说，商人们操纵市场价格，很好。The merchants, the businessmen,
like manipulate the price of the market， 很好。洪冲，商人们操纵市场价格这件事情，因为操纵这个字是不好的词，所以你讲这个句子的时候，表示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We shouldn't do that. These merchants shouldn't do that. 所以操纵，当你讲操纵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才对哦。好，萌萌说，商人们操纵市场价格 ，good。好，还有谁？哦 ，Alicia 明白了，太好了。好，我们的 Lewin， 商人们操纵市场价格这件事情好不好？不好。商人不应该控制市场价格，商人们不应该操控市场价格，商人们不应该操纵市场价格，是不行的，不好的哦。好 ，manipulate， 安瑞，我们如果说 manipulate someone， 在英文是可以的，但是在中文我们比较常说控制某人，我们不太会说操控某人，我们会说操控或操纵媒体或市场或价格。As for someone， 我们要用控制某人。如果你要 manipulate someone， 我们中文会说控制某人，不会用操纵某人哦。好 ，Two 同学，商人们操纵市场价格就好了，不用急哦，市场价格就可以了哦。OK， 好。好的，各位同学了解了吗？好，老师再说一次哦。操纵的第一个意思是操纵机器哦，你也可以说操作机器，或者你可以说操控机器，它没有不好的意思，它没有不好的意思哦。所以你可以操纵什么呢？你可以操纵机器，你可以操纵仪器，你可以操纵木偶。在这里没有不好的意思。操纵的第二个意思是一个贬义词。操纵是个贬义词，它的第二个意思是 to manipulate, to control someone, to control something. 操纵是控制一个事情或一个人。好，那我们可以操控什么呢？If that's like a negative meaning， 你可以操控什么？你可以操控媒体 media， 你可以操控什么？操纵什么？你可以操纵市场 the market， 你可以操纵什么？你可以操纵价格所以，但是你用在这些东西上的话，通常是不好的意思不好的意思。好，明白了，好，很好，大家都明白了好，这个词。老师告诉你操纵或者操控这样的 phrases， 这样的 vocabulary， 你通常会在报纸上看到newspaper， 你通常会在报纸上看到这些中文的词汇。还有呢 TV news， 你会在看这个中文电影，不是新闻。当你在看中文新闻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些词汇，操纵、操控所以这些词很重要，你如果要读懂中文的报纸或者是中文的新闻，你要多学这一些词汇，操纵、操控好，所以商人操纵市场价格，就像这个图一样像这个图一样。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88个词汇，厕所。厕所，好，这个词我相信你们都已经会了这个词已经会了。好，那各位同学，厕所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读一下我们的例句。请问公共厕所在哪里？请问公共厕所在哪里？好，各位同学，请问，像英文的 excuse me， 如果你要问问题之前，你应该要很有礼貌的说请问 excuse me， 这样呢表示你很有礼貌。你说中文的时候要 polite， 要有礼貌，你可以说请问 then like state your question。
你可以先说请问，然后再告诉别人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哦。所以你要先说请问，这样才有礼貌哦。好，请问公共厕所就是 public toilet。好，公共厕所就是在外面的厕所，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厕所叫公共厕所哦。在外面，而且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厕所叫公共厕所。好 ，Where is the public toilet？ 请问公共厕所在哪里？好，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来多学习啊一些关于厕所的词汇。那你们一定学过卫生间，对不对？卫生间，还有今天我们学到厕所。各位同学，卫生间跟厕所有什么不一样呢？卫生间是中国在用的哦，中国在用，大陆在用的。台湾，理查老师在台湾，我们不说卫生间，在台湾哦，我们说厕所。当然，大陆也说厕所，所以厕所是最常用的 ，the most commonly used word for a toilet。卫生间的话是大陆在用的，中国在用的，我们台湾是不用的啊。卫生间其实也是厕所的意思，但是通常卫生间是指家里的厕所，一般啦 ，normally like your home toilet，your home toilet。好，那各位同学，老师告诉你哦，你可以说卫生间，你也可以说厕所，它们都是 daily usage， 但是请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说。你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说我要上一下卫生间，我要上一下厕所，听起来比较不礼貌，听起来比较不礼貌哦。好，各位同学，这个你说卫生间还有说厕所的时候，我们的确日常生活在用，但是如果在吃饭的时候你不要用，吃饭的时候哦。Don't use them while dining。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说我去卫生间，我去一下厕所，听起来有点不礼貌啊，听起来有一点不礼貌。那我们要说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吃饭的这个时候不能用，怎么办？那我们要在吃饭的时候 while dining， 我们要说洗手间，洗手间，洗手间比较礼貌。所以如果你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要上厕所，你要怎么说？你要说不好意思 ，excuse me， 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我去一下洗手间，或者是我上一下洗手间。当你跟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说卫生间或厕所，我们尽量用洗手间，因为洗手间比较礼貌。比较有礼貌哦，洗手间比较有礼貌。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你要说我要上一下洗手间，我要去一下洗手间哦。好，这样了解了吗 ？Use 厕所，雪峰，我们一般说上厕所或去厕所，上哦，还有去。好，等一下我会讲哦。永祥洗手间也很常用，但是比较有礼貌。洗手间比较有礼貌。你跟朋友吃饭，你跟你的 client， 你跟你的客户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要上厕所，你要说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我去一下洗手间，或者说我上一下洗手间。哇，这样比较有礼貌一点啊，这样比较有礼貌一点。好。对，日本的公共厕所很干净啊，而且很特别。上厕所等于去洗手间，去卫生间等于去洗手间，是的，没错。但是去洗手间比较有礼貌，去洗手间比较有礼貌哦。我的厕所呢？阿能问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说我方便一下？可以，但是我方便一下比较不礼貌啦，比较没有那么礼貌。阿能，我方便一下跟我去一下厕所是差不多的，比较没有那么礼貌。最礼貌的就是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这样比较有礼貌哦。好，方便一下其实也不太礼貌。各位同学，你讲到便就不礼貌了其实你讲到便就不礼貌如果你说到便就不礼貌，因为我们便通常是大便、小便。
大便小便。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讲便这个字，因为便在中文有那个 poo 还有 pee 的意思，大便就是 poo， 小便就是 pee， 所以我们呢尽量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讲到这个字，方便也一样，我们会想到 poo or pee 哦。好，请问厕所在吗？不会这样讲。请问厕所在哪里？雪峰，请问厕所在哪里？不要说在吗？厕所不是人，你问谁在吗？是问人。雪峰，你要说请问厕所在哪里？不是在吗？在哪里？在哪里？好，好，那各位同学，你去了厕所，你会看到什么东西？你去了厕所，你会看到什么？你会说这些东西的中文吗？那你要学起来哦。好，那各位同学，这个洗手的，现在这个 COVID-19 这么严重，你要洗手，对不对？洗手的这个地方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 basin 叫什么？我们中文叫洗手池。洗手池，池就是 like pool P-O-O-L， 洗手池。在台湾我们会说洗手台。In Taiwan, we say 洗手台。In mainland China, people say 洗手池。这个就是洗手池。你上完厕所了，你要洗手，你要去洗手池洗手。那这个东西我们叫马桶 toilet 马桶。OK， 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马桶toilet， 马桶。好，那你用完马桶要做什么事情？各位同学，你用完马桶要做什么？你们知道吗？你要冲水，不要忘记冲水了。好，你用完马桶 after you use the toilet, what should you do? Flush。好，各位同学，冲水就是 flush， 要记得哦，要冲水要冲水。上完厕所要冲水，用完马桶要冲水，要记得一定要冲水 flush flush。 好的，各位同学听得懂哦。好，洗手池、洗手台、马桶，马桶就是你大便的地方，对不对？你大便的地方，好，大便不太礼貌，我们中文可以说大号你也可以说大便，poo， OK， OK， poo。好 ，how to say poo？ 对，还有卫生纸很好好，如果你要中文怎么说？大号或大便，大号大便。好，然后 Grace 说对，还有卫生纸 ，like toilet paper， 还有卫生纸很好。那永祥说，老师，马桶上面那个叫马桶盖吗？是的，马桶盖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toilet lid， 马桶盖英文怎么说？马桶盖就是你知道马桶有个盖子那个叫马桶盖，没有错好 ，OK， 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看。那各位同学，有时候你去国外旅游，或者你到外面的时候，你要找厕所，那你要找什么厕所？你要找的是公共厕所 （public restroom）。你要找的是公共厕所。你在外面要上厕所，你想尿尿，你想大便，你想大号怎么办呢？你要去公共厕所。你也可以说公厕就可以了。OK, for short， 你可以说公厕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比较常说公厕啦公厕就可以了 ，public。好，公共厕所你也可以说公厕，你去外面要找公厕好，老师，我看过一些视频用水池，也可以啦。这个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哦，懂意思就可以了。一般我们说洗手池，因为水池可能是个 fountain， 可能是个 fountain 哦，所以我们一般说洗手池，洗手池比较常用，水池我觉得看地方比较不常用比较不常用啊。好，OK，Norbert 说冲水之后别忘了洗手，不要老是这么脏啊。哦，好，那刚刚那个贝拉尔是贝拉尔吗？啊，贝拉尔说，老师，我要去男生的厕所。我们不会说男生的厕所，我们会说男厕。女生要去女厕哦，所以我们会说男厕、女厕。我们不会说男生的厕所，我们说男厕。你也可以说女厕，女生要去女厕啊，女生要去女厕啊。好，春娇不是公厕所，是公厕，不是公厕所。你要说公共 either 公共厕所 or 厕所，我们不会说公厕所啊。春娇，我们不说公厕所，我们说公厕啊。好，你一用完马桶就要冲水 ，good。垃圾可以没有垃圾没有大便的意思哦，垃圾没有大便的意思哦。中文说 wash hand 洗手啊，雪峰我们说洗手 wash hand 叫洗手。好哦，洗手，我要撒尿，我要去厕所。Hardway 是小朋友，那小朋友如果说 I want to pee， 会说我想要尿尿啊，尿尿比较像是 I want to pee 屁屁啊。小朋友会说尿尿，小朋友啦。好，各位同学，这个你像 Hardwin 是小孩子，他说妈妈我要尿尿，哦，这个比较是小孩子 the kid's tone， 妈妈我要尿尿，小孩子会这样说，那大人不会说我要尿尿，怪怪的，妈妈我要尿尿，我要尿尿，小孩子小孩子说的，好，理解好了哦，好，我再说一次哦，公厕 or 公共厕所。如果你是男生要去男厕，如果你是女生你要去女厕了解。好，这个别去中国的公厕很脏，不一定啦Alicia， 有时候有的大城市的公厕是很干净的哦，大城市的公厕其实还是很干净的。兔子，男生还是去男厕吧，女生还是去女厕嘛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去过乡下、农村 （countryside） 叫农村？你们有没有去过农村？如果你去过农村，农村的厕所比较脏、比较小，而且比较 shabby，比较没有那么好看，而且比较臭、比较脏、比较 shabby， 比较不好的、比较简陋的。我们中文说简陋简陋的厕所。比较简陋的厕所，比较简陋的厕所。好，我们中文说简陋比较简陋，比较不好看，比较小，比较简陋，比较臭，比较脏的简陋的厕所。这样的厕所呢，我们就会叫茅厕，茅厕茅厕，你也可以叫它茅房，茅房。好，各位同学，茅厕跟茅房通常是像这样子，不是很漂亮的，而且比较脏一点的。那乡村的乡下的 countryside 乡下的厕所都是这样子的，比较多那你去中国的时候呢，你可能也看过这样的厕所，对不对？你可能也看过，比较少了啦你会看过这样的厕所，对不对？它的马桶是这样子，要蹲在上面的那你要在这里大号小号好，这个你们应该看过在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它的厕所比较没有那么好看，比较脏一点，比较臭一点。那这样的厕所，我们叫它茅厕。你也可以叫它厕所，它也是 a kind of 厕所。那你也可以叫它茅厕你也可以叫它茅厕。有没有人去上过这种茅厕呢？好，茅厕。
比较简陋、比较脏、比较不好、比较不卫生的，对，比较没有那么卫生的哦，比较没有那么卫生的哦。好，膀胱炎我不能撒尿不过护士应该懂意思吧？安蕊，护士应该懂。茅厕、茅房。好，Norbert 说，老师我有去过湖南省农村的茅厕，那种的很有趣，而且大家都坐在旁边，有人坐在旁边大号哦，所以这个有的人不敢用这种厕所，有的人不喜欢用这种厕所哦。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如果说 go to the toilet，中文要怎么说？你可以说去厕所、上厕所都可以都可以。go to the toilet，去厕所、上厕所都可以。但是呢，if you want to be more polite，如果你要更礼貌的话，你要说去洗手间 or 上洗手间，去洗手间，上洗手间，这个比较礼貌第二句比较礼貌比较礼貌。好，中国的 village 有茅厕，对。好，有人用过这种茅厕，但是很臭，对不对好，很臭，smelly，很臭很臭。上洗手间，对。去洗手间，上洗手间，比较礼貌，比较礼貌。那如果你是 daily conversation，it's okay，去厕所、上厕所也可以好，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考试吧。Quiz time，第一题，操纵厕所。我们的题目是：市民认为媒体了舆论。市民认为 think 媒体 the media 了舆论。好，各位同学，舆论是个 very advanced term, but you often see this term in the newspaper or on TV news, very, very commonly used for advanced articles or news. 各位同学，舆论你要记起来。If you are an advanced learner， 舆论就是 public opinion， 要记起来这个词很重要舆论就是 public opinion。好，市民认为媒体就是 the media， 媒体了舆论 the public opinion。好，答案是什么？Grace 说，市民认为媒体操纵了舆论。Good。好 ，Alicia 操纵，还有维尼操纵 ，Very good。好，还有春娇也是操纵永祥，市民认为媒体操纵了 manipulate 舆论。好，萌萌也是操纵上卫生间。好，庆莹，市民认为媒体操纵了舆论。好，这个单序也是舆论舆论对，是 public opinion。各位同学，老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句子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是好还是不好的？你如果觉得这个句子是不好的，你写不好；你如果觉得这个句子是 positive 的，你就写好。请问你觉得这个句子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说话的人觉得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的？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你觉得呢？当我用到操纵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句子好还是不好呢？你觉得媒体该不该操纵舆论呢？好，对，不好的，没有错，不好的。当我们用操纵的时候，表示这个句子是 negative and disapproving， 是负面的。你认为这个事情不应该做，你认为这个事情是负面的，是不好的。因为操纵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不好的，是个贬义词，所以市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市民认为这件事情不对对，没错，不好的，很好，你们都答对了不好的。好，Chris number 2， 第二题，操纵，厕所
八八八有人，这题好简单，这题很简单哦。八八八有人，请问答案是什么？八八八有就是 has 人 have people。好，这题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厕所有人，厕所有人。安蕊说厕所有人。好，洪冲厕所有人 ，AliExpress 厕所有人。春娇也说厕所有人。好，厕所丹旭说厕所，你们都答对了，好简单哦，厕所有人啊、厕所有人。好，各位同学，它的意思就是 the toilet is occupied， 里面有人了。所以各位同学，可能你正在上厕所，你正在公厕，你正在公厕里面上大号，结果有人敲门，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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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怎么办？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厕所有人，他就知道了这个厕所里已经有人了，他就不会再叩叩叩了啊。各位同学，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正在结果有人叩叩叩叩叩叩，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那个人会敲你厕所的门，叩叩叩，里面有没有人呢？然后你要说什么？你要说有人 or 厕所有人 then he or she understands， 他就知道里面有人了哦。所以各位同学敲门的时候，如果你正在公厕里面结果有人就叩叩叩，有没有人呢？里面有没有人呢？你要说什么？你要说有人，厕所有人。你如果不说话，他会一直敲门，叩叩叩，有人吗？有人吗？所以你一定要说，你要回答他，你要说有人 or 厕所有人哦，了解了哦。好，对你也可以加个吗？厕所有人吗？叩叩叩，请问里面有人吗？请问厕所里有人吗？厕所有人吗？都可以。那里面那个人就要说有，厕所有人，有人都可以。你只要说有人，他就懂了，或者说有就可以了。有人，厕所有人，他就懂了，他就不会再敲门了哦。好 ，OK， 好的，了解了。敲门为什么是隔壁老王？请问正面的词是影响吗？庆莹，正面的话是好的影响哦，影响有好的影响 ，positive effect， 也有不好的影响，有 negative effect。如果正面的话是好的影响哦，好的影响。厕所有鬼，好可怕、厕所里面有 ghost 好，可以，你可以说厕所有鬼厕所有鬼。好 ，OK， 好的。青云也在欢迎青云。好，各位同学，现在理查老师告诉你们一些去中国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标语标语就是 sign。去中国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关于厕所的标语好，老师写给你关于厕所的标语。那现在老师告诉你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标语，你们要看懂好，各位同学，你们去中国的时候，或者来台湾的时候，你们会这个看到很多关于厕所的标语，一些 sign。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哪些标语我们看你看不看得懂好。来，各位同学，残疾人专用。各位同学，残疾人卫生间，在中国他们常常说卫生间，我要上一下卫生间，我要去一下卫生间。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残疾人卫生间，那你就知道这个卫生间 ，this toilet is for the handicapped only， 这个是给残疾人用的，你就不要去用所以你在这个中国会看到残疾人卫生间或残疾人专用。那这个 toilet is for the handicapped， 你就不要去用
如果你是正常人，你就不要去用，你就让这个残疾人去用哦。所以你会看到残疾人专用哦，残疾人专用。好，这是第一个你要看懂哦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t。好，那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不说公共厕所，有时候在中国你会看到公共卫生间，它跟公共厕所的意思是一样的，它们是一样的意思哦。所以你看到公共卫生间，它的意思也是 public toilet 一样，公共卫生间就是公共厕所的意思哦。前方100米有这样的，前方100米有厕所，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哦，也有这样的标语哦，前方啊哦，不是前面，前方100米有厕所，有这样的标语哦。好，公共卫生间。那还有呢，刚刚我们说男厕还有女厕，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学过了。那各位同学，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如厕，有没有看到如厕？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叫如厕的意思呢？如厕哦，如厕，有时候你会看到如厕后请洗手哦，这种标语。好，各位同学，有时候你会看到如厕后请洗手这样的标语，标语就是 sign 这样的标语。你知道什么叫如厕吗？如厕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如厕就是 go to the toilet 哦，所以你要知道如厕就是上厕所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哦。如厕后，上完厕所后请洗手，你也会看到这样的标语哦，这样的标语。然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标语：便后请冲水，便后请冲水。有时候你只会看到请冲水而已啊、我们尽量不讲便这个字了哦，比较 disgusting 一点。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会看到请冲水，那你上完厕所记得要按下去冲水啊，你要冲水 flush 要记得，所以你会看到便后请冲水这样的一个标语啊，这样的标语。哦，在中国，我单腿的朋友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使对，因为这个茅厕你要蹲着比较危险啊，你要蹲着比较危险啊，所以这个残障的朋友啊，残障人就比较麻烦，比较辛苦一点啊。上厕所后请洗手，或者你说如厕后请洗手哦。我们在厕所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 sign， 这样的一个标语。如厕后请洗手，所以你要记起来哦。好，中国的公厕需要给钱吗？我不晓得耶。其实理查老师没有去过中国大陆耶，在台湾是不用的。Grace，各位同学，在台湾的公共厕所是不需要给钱的。理查老师没有去过大陆，所以我不晓得，可能要问一下 Ben 老师哦。在台湾的公厕。台湾的公厕是不用给钱的 ，OK， 台湾的公厕是不用给钱的哦。好 ，OK， 好，我们再往下看。好，还有呢，我们会看到禁止向洗手池内乱扔杂物。禁止就是 not allowed to do，prohibit， 禁止就是你不可以做，禁止向就是 to，OK。洗手池你知道吗？哦，刚刚有教洗手的地方，在厕所里面洗手的地方，乱扔 like 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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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乱扔，杂物就是 like trash maybe 好像垃圾一样的意思哦。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标语，就是你不要在这个洗手池里面丢东西，不要在洗手池里丢东西的意思哦。好，这些都要把它看懂哦，要把它看懂。这个叫标语，常常看到一些厕所的标语啊，标语。好的，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理查老师现在呢就给你两个链接，给你两个链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厕所的 expression 你就可以去这个链接哦。好的。
理查老师给你2个链接哦，这个是老师做的2个视频哦。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toilet expression, you can click the link. 理查老师会把这个链接放在 comment area comment section. 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 toilet expression, Chinese toilet expression, 你可以到这2个视频老师以前有教过关于厕所的用语好 OK， 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链接，可以学到更多关于厕所的 expressions。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来上新 HSK 的课好，那各位同学早一点休息吧，记得帮老师点赞，然后呢下载 Handbook Application。我的课就上完了，老师要去睡觉，老师要去休息了，老师要去睡觉了好，那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